我說過，如果我有一台大 G，我一定要对它改造。目前我實現了一半，改造別人的大 G。驅車1個多小時，終於在園區的角落發現了這輛停了近半年多的大 G。從剛剛買下這輛車的車主了解到，原車主在越野結束後就再也沒有開過它。隔壁廠房裝修加上長時間的停放，讓它有了一個廢土風的皮膚，車裡面還有一股異味。全車一些配件也有不同程度的損壞，大標也不知道被誰給撬走了。最終車主以40萬的價格買下了它。不過車主有信心也有时间讓我们把它收拾成这樣。同時我也希望停在這個相對比較乾燥的位置，它的底盤不要生鏽太多。現在我們準備把它拖進我們的車庫，看看這輛滿是灰塵的大 G， 它的車身下面還有沒有我們意想不到的驚喜。這台車已經10多年了，10年前大 G 遠沒有成為一種現象級社交車，也沒有出現故宮遊。不過看到方方正正的越野車，很多人心中都種下了一顆想要獲得它的想法，當然也包括我們。这台大 G 表面因為長時間有浮土的原因，漆面已經出現了氧化。我們把它接回來的時候，汽車發動也有問題。不過看它的停放時間，我覺得還有得救。現在出現的故障碼，我估計是點火線圈有問題，再加上它的缸內積碳也有很多。在等配件的過程中，我們決定先拆封它的內飾。現在這台車的外觀已經基本上拆空了，原車的指針板湊近聞就可以聞到不太舒服的異味。很多老車時間一長，再加上不經常通風，就會產生這種怪味。很多車主如果遇到這種問題，他選擇用活性炭清洗空調，如果沒有效果的話，基本上就是因為瀝青指針板這個部分。現在我們要給它全部鏟掉，換成新的指針板，順便把它的地毯和隔音棉也清洗掉。
這些東西已經基本上處理的差不多了，現在我們就等配件来了。下一期我們準備檢查處理發動機和底盤，希望我們能早日開上自己夢想的汽车。晚安。距離我第一次看見这輛車已經過去了半個月，我們已經清洗完它的表面，拆掉了車內所有的內飾和座椅，鋪上了新的指針板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已經完成了1/3的工作。这是我們復活這台40萬二手大 G 的第2期，它在經歷了半年的空窗期後，現在正在被拆空翻新，經歷它車身的第2春。在這個過程，我們又接到了一台老款原廠的全金色4x4，因為車主的要求，我們決定把車殼和大梁分解，把它的车殼全方位的涌一下。這在大 G 的翻新中還是比較少見的，或許你可以點個關注支持一下。回到 G500，因為點火線圈的問題積碳嚴重，8個缸內全部呈鍋巴狀。某種程度上來說，點火線圈就是發動機的牛子。如果不用好，就會像這台機器一樣，內部積碳，車身顫抖，最終 V8 變 V6。簡單的沖洗只能去除冷排表面上的浮灰，更多時間還是要花在乾冰清洗上，才能去除底盤和發動機表面的油污，好好享受這個变得乾淨的環節吧。在翻新過程中，我們有很多時間要花在維修上，或許是因為停放的時間太久，也可能是上一任車主玩得太狠，車內的零件變得過於生脆。在剛刚的檢查中，除了一開始的發動機缸內積碳，還有不少問題。不過目前發動機缸內的清洗才是更重要的。底盤的問題相對來說更多一些，
橫拉杆、側拉杆、底盤球头、防尘罩開裂、分动箱後油封、半軸外球笼套、方向机油管、机脚墊下沉。同时，這台 G500也有老款273發動機正時電磁調節閥易損壞的通病，空濾盒蓋板密封膠圈也有開裂。配件在清洗發動機的時候就已經到了，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更換了。我不知道他的上一任车主到底拿他幹了什麼，很幸運的是他交給了我們。目前这辆大 G 已經全面清理了一遍，維修了有問題的底盤，還順道拆下了之前的擋風玻璃。可以說，除了外觀和漆面，這台 G500 巔峰狀態都回來了。這輛大 G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它復活的一半。第二期視頻也到這裡了，祝每個人都能開上自己夢想的汽車。晚安。嗨，從道理上來說，翻新一輛 G500 已經圓夢一半，但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？所以這次我選擇400多萬的4乘4。視頻裡這輛沒有車殼的車，就是前段時間送來的原廠4乘4。剛來的時候呢，它是這樣的。這輛車就為一件事，厭倦了胭脂俗粉的土豪金，想回到陪伴他多年的鏡面黑。但是這台車的經歷，我不能說秀色可餐吧，也只能說久經沙場。我不得不感慨，真的有人開大 G 走野外嗎？不都是在城裡為了裝逼嗎？一部車擁有3個顏色，最外層的是一層膜，膜下面是金漆，它的表面是沙粒結構，不僅粗糙，也很難處理。一開始車主是直接打算貼黑色膜的，這也讓貼外層黑色膜的小哥陷入了崩潰，因為不管怎麼貼都有橘皮紋，無奈車主只能選擇做漆。不過一般的做漆實在沒辦法讓他滿意，但這次他來對地方了。
因為要重新上漆的原因，我們已經把全車拆空，除了5個門板以外，還有全車的線束、保險盒、模塊、方向盤。总的来说，就如你们现在看到的，车身一切的覆蓋件和连接件都已经拆空，只剩一個底盤和車架。拆空之後，我們就要想辦法分離這部原廠4乘4的車身和底盤，同時清理門上的綠色和金色漆。在清理車門漆面的過程中，我們發現了問題。原本這輛4乘4打算做成原廠級別的鏡面黑漆，所以選擇電泳。但電泳的要求比較高，車身上的鈑金膠和底盤裝甲都要全部去除。看了一眼手中的透漆劑，這一下着實讓我們犯了難。我們最終找到了一家造車廠，在商議一番後，他們可以幫我們徹底清理車身並電泳。於是我們開始拆分車身和底盤，正好一起見識一下只有4個輪子的4乘4底盤長什麼樣。目前車身已經分離，為了電泳做準備，我們去掉了車殼上所有的支架和皮塞，在卸掉了換擋模塊、解掉了 P 檔鎖死的問題後，把底盤推出了車間，最終把車殼挪了出來。就這樣，我們準備踏上700公里的電泳之路了。现在我們已經到了車場，不過現在已經很晚了，我們都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咱們下期電泳再見，希望我們都能開上自己夢想的汽車。晚安。如果你有400多萬，你會選擇什麼車？賓利、保時捷還是勞斯萊斯？我就不用選，因為我現在手上就有一台400多萬的4乘4，這算是個好消息。但壞消息是，它不是我的。
为了去除404车壳上的油漆，车壳要经歷高浓度的除漆剂和打磨喷砂。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大 G 的车壳只剩一层鐵皮，只有在這個狀態下才可以電泳。很多車友淘車追求原版原漆，那是因為後期噴塗的漆面會因為噴槍、油漆的品質、漆房環境產生各種影響，漆面多多少少會出現漆點還有色差，未來還可能會出現起皮，整車的漆面厚度也很難保持一致。所以這一次我們選擇用最接近原廠的方式去重做大 G 整車的漆面。回到電泳，它的原理就是車身通上正極電流，讓電泳池裡面的負極材料吸附在車殼的表面。你可以理解為這台車殼方方面面都有漆面包裹。看着車殼裹上了一層灰色的電泳層，我們現在可以帶着這架車殼回家了。完成電泳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。我們還要在電泳層的基礎上噴上雙組分中塗底漆。這輛404終於從原本的金綠色變成了現在這樣，沒有任何裝飾與束縛，大方地展示在眼前。整個車殼既是流水線上的產品，又像一件集成現代工業的藝術作品。我想，這大概就是汽車的魅力吧。不過我們不能讓車主等太久，我們還要給它穿上一層皮膚。大 G 這種方盒子造型可以駕馭任何一種顏色。但是老款車有兩種顏色繞不開，一種是銀色，而另一種就是黑色。現在我們要清理好底盤，把這輛車還原，再讓全車布滿線束。這兩件事情就花了我們將近1周的時間，所以實在不是我們更新慢，而是工程量確實有點大。
线束安裝好之後，就是常見的內飾和覆蓋件的安裝。這次車主改動的內飾和配件較少，所以大部分配件只需要清洗乾淨，然後裝上就可以。這是一個難度較低，但又考驗我們耐心的過程。不過比起我來說，還是直接看更舒服。就你們總說視頻分段看着很難受，不過癮。那這次我們一次到底，來看看質量嶄新出廠的奔馳 G500 4×4平方吧。完成4×4並不能讓我們放鬆下來，看着3號車庫的黑色500，車主對內飾還遲遲沒有做出決定，看樣子我還得拿出來一輛改4×4的時間等等他。希望我們都能開上自己夢想的汽車。新年快樂，晚安。